金明哥，我們都知道現在的中東戰事，在天空上面很多的飛彈跟無人機飛來飛去，結果沒有想到出大事。現在沙烏地阿拉伯除了一些無人機來襲擊之外，你看到雨也下不停，你能夠想到已經變成暴雨成災了嗎？沒錯，沙烏地阿拉伯所處的這個阿拉伯半島啊，照理說3月到6月是他們的春天，氣溫大概在15到20度，算是蠻溫和的。然後雨水是稍多，但沒想到你現在看到畫面，雨水是稍多嗎？這個雨水已經是爆多了。對，而且你看到還下冰雹啊，這太可怕了吧！平常這些阿拉伯半島有很多多處的景點，吸引到很多全世界各国的觀光客到那邊去旅遊，為的是看什麼？看沙漠。对。可是你現在看到，你看得到沙漠嗎？如果跟你說啊，這裡是阿拉伯半島，很多的這個國外的旅客可能還不太相信。對。我明明看到的是冰雹，然後還是看起來像這個冰雪覆蓋的地方，它根本就像什麼沙漠河一樣。是，然後而且不斷的這個湧現大量的泥水啦，然後夾雜着冰雹融化的那些，全部你看都在阿拉伯的這個各地，包括阿拉伯半島和沙烏地阿拉伯啦，它的利雅得啦、麥地那啦，哈這些很多的這個9個城市地區啊，被他們當地的政府發布了從黃色到橙色到紅色，越來越嚴重的這個天氣警報啊。而你看到沒有？這個天氣警報發布之後，居民其實還是很苦無逃生之路啊，幾乎他的車子都被困在這個泥水洪流當中。你可以看到的畫面是什麼？還有沙塵暴。沙塵暴，我剛剛看到了豪雨，我剛剛看到了冰雹，現在我看到沙塵暴。你看到這個巨大的沙塵暴，幾乎把他們的這個城市啊、小鎮都掩蓋過去了，籠罩在裡面。而且你看到它裡面整個黃色的這個天空，紅黃色的天空幾乎都看不到，能見度非常低。開車也好，你看得到前面的車嗎？你根本不知道，稍一不慎就發生車禍了。不是，這個無人機都看不到了吧？所以這樣的一個沙塵暴，把整個天空都染紅染黃了，然後導致他們在這個地方上啊，要避也沒地方避，然後要躲呢，雨水又困住了很多地方，不只是沙烏地阿拉伯，連隔壁的這個旁邊的阿曼都受到影響。所以天災加上戰爭，真的讓這個阿拉伯半島上的這些民眾啊，已經在想說，我們住的世界怎麼會變成這樣？對，那天氣已經糟到這個時候呢，你看。你看這個阿聯酋還有人在幹嘛？他不知道是機車還是什麼，他還在那邊拖車，他差一點，他現在整個車都整個掉壘了。所以機車和汽車，你幾乎只能在河中這樣的啊，因為道路啊都已經分不清楚哪邊是道路，哪邊是河流，都被整個淹過去了。然後你再看那個淹的這個它的一個深度也越來越高，所以現在阿拉伯還面臨另一個危機，因為美國跟這個以色列不是嗆家說要攻擊伊朗的它的這個核電廠跟能源的這個發電廠嗎？對。那伊朗就說，你如果攻擊我們呢，那我就攻擊這個阿拉伯周遭波斯灣地區的這些海水淡化廠。那大家會覺得說，海水淡化廠，我們生活在台灣很難想象。可是對阿拉伯地區啊，那邊是常年幾乎都是乾旱的地方，然後沒有什麼雨水和天然的水源，他們就要靠什麼？靠很多的海水淡化廠，把波斯灣、中東地區周遭的海水，他們用這個高滲透的這個逆滲透的技術啊，把它轉化為它的這個能夠飲用的淡水，或者是比較可以使用的水源。那現在你知道嗎？中東地區據說啊，有5000座的海水淡化廠，光是在波斯灣呢就有400多座，已經差不多將近1/10。如果伊朗確定他說要報復的這個地方是這些海水淡化廠，你要知道，光是利雅得沙烏地阿拉伯那邊有一座大型的這個朱拜勒海水淡化廠，如果它被攻擊的話，它整個沒辦法使用。整個這個沙烏地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啊，它有800多萬人要整個撤離啊。那如果在波斯灣地區、中東地區的海水淡化廠幾乎都被攻擊的話，在中東地區的1億人啊，它會無水可用，沒有水可用，還會影響到什麼？海水淡化系統，它跟那個阿拉伯地區、中東地區的電網高度相連，甚至會導致他們沒有電。那接下來，甚至伊朗還揚言說，他要報復啊，去攻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它的境內的一個巴拉卡的核電廠。對，巴拉卡核電廠，它就在這個沙烏地阿拉伯的這個旁邊，也接近阿拉伯的中西部沙漠。不是這樣也太慘，我們剛剛看到了天災，甚至看到如果真的戰事再持續下去，連水都沒辦法喝。對。然後大雨、冰雹、沙塵暴一直來，然後電也沒辦法用。對，然後如果核電廠被攻擊的話，電力系統宕機，甚至萬一核爆這個往旁邊擴散，那簡直是中東地區的民眾的噩夢。宏觀取材，釐清真相，犀利精準，深入剖析，時刻掌握關鍵新聞時事，不漏接。老時段，新氣象。
我是鍾耀和，關鍵時刻2.0全新出擊。